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本期节目，我是大明。我是小雨。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近年来在年轻人中愈发流行的现象——返乡旅游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满怀期待地奔赴某个热门景点，结果却被人山人海的场面浇了一盆冷水。原本想放松身心的假期，反而因为拥挤和排队变成了一场体力考验，甚至连一张像样的照片都难以拍到。这种感受我再熟悉不过了，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深有同感。今天这一期，我们就来聊聊返乡旅游这个概念，看看它究竟是如何兴起的，又能给我们的旅行方式带来哪些启发。那我们先从字面上理解一下，返乡旅游到底返的是什么？简而言之，返乡旅游指的是与主流旅游方式背道而驰的一种选择，与其扎堆前往人尽皆知却往往人满为患的热门景区，不如转而探索那些相对小众、鲜为人知的目的地，追求一种更为独特、从容的旅行体验，而不是被行程表推着走。这样说来，与其说是返乡，不如说是一种对旅游本质的重新思考，回归到旅行本该有的松弛与自在。说的没错。近年来，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，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厌倦了那种上车睡觉、下车拍照、到处都是人的传统旅游模式，转而追求更贴近生活、更能带来真实体验的旅行方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趋势并非中国独有，在世界范围内，慢旅行、反大众旅游等类似理念也在近年来悄然兴起，反映出一种跨文化的共同心理转向。那这种现象背后，是不是也反映了某种社会心理的变化？确实如此。一方面，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让年轻人渴望在假期获得真正的放松，而不是被裹挟在人潮之中疲于奔命。另一方面，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，过去那些交通不便、鲜为人知的小城镇，如今也变得触手可及，这为返乡旅游提供了现实条件。此外，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许多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众目的地，借助博主的分享，逐渐进入了大众视野。说到这里，大明，你自己有没有过类似的旅行经历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说来惭愧，我曾经就是那种随大流的典型代表，凡是网上评价高、口碑好的景点，几乎都要去打卡一番。去年国庆假期，我和朋友兴冲冲地去了一个非常热门的古镇，结果一到目的地就被眼前熙熙攘攘、寸步难行的景象彻底打消了游玩的兴致。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？光是排队进入景区大门就花了将近2个小时，队伍蜿蜒曲折，一眼望不到头。好不容易进去以后，想找个角度拍张照片，镜头里全是攒动的人头，别说欣赏风景了，连正常走路都得侧着身子才能挪动，一整天下来疲惫不堪，完全谈不上什么放松。光是听你描述，我都替你感到疲惫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们实在受不了，索性放弃了原定计划，临时改道去了附近一个几乎没什么游客的小村子。没想到那里不仅风景秀丽、民风淳朴，还意外地让我们体验到了一种久违的悠闲与惬意。村里的老人热情地邀请我们品尝自家酿的米酒，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嬉戏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、鲜活。这次充满戏剧性的经历，对你后来的旅行观念，是不是也产生了一些深远的影响？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在规划行程时，不再一味追逐热门景点，而是会花更多时间去了解一些鲜为人知却别有洞天的目的地，哪怕他们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显眼的标注。对了，小雨，你自己是不是也一直更偏爱这种小众的旅行方式？可以这么说，我一直觉得，与其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争抢一个网红打卡点，不如把这份心力用在真正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与人文上。
去年我去了一个几乎没什么名气的小县城，在那里住了整整1周，每天和当地人聊天，逛菜市场，体验日常生活，反而比走马观花似的逛5、6个热门景点收获更多。这种深度体验式的旅行方式，确实和传统的到此一游、拍照打卡有着本质区别，更注重的是与当地生活建立真实的连接。没错，那对于想要尝试反向旅游的朋友们，你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呢？结合自己的经历，我总结了几点心得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。第一，不妨多关注一些小众旅游博主的分享，相比于千篇一律的热门攻略，他们往往能挖掘出许多尚未被过度商业化的宝藏地点。这个方法确实挺实用的，毕竟比起千篇一律的官方推荐，真实的旅行者分享往往更加可靠。第二点呢？第二，尽量避开法定节假日出行，选择工作日或者旅游淡季前往。哪怕是同一个目的地，只要错开高峰时段，体验也会截然不同，排队时间大幅缩短，拍照也不用再和陌生人抢镜头，连问路时当地人的态度似乎都更加从容。第三点呢？第三，不要过分追求打卡式旅游，把每1分钟都排得满满当当，而应该给自己留出更多随性探索的空间。有时候，一次毫无计划的漫步，反而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，让人邂逅那些攻略上从未提及的风景。最后一点呢？最后，出发前不妨适当降低预期，不要用衡量热门景区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目的地。毕竟小众目的地在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上，难免会与热门景区存在一定差距，保持一颗包容的心，才能更好地享受旅途本身，而不是带着挑剔的眼光去评判一切。这些建议真是让人受益匪浅，听完以后我都有点跃跃欲试了。大明，那我们要不要找个时间，也一起策划一次反向旅游？当然可以，与其继续在热门景点里人挤人，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，不如趁着这个机会，寻访一个真正能让我们放松身心、慢下来感受生活的地方。那我们具体要去哪里呢？我最近听说，有几个尚未被大规模开发的古村落，风景不输那些知名景区，游客却寥寥无几，而且当地还保留着不少传统手工艺，不妨列入我们的候选名单。太好了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我已经开始期待了。到时候我们还可以顺便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表达。比如说，可以用人满为患来形容一个地方游客过多的状况，这个景区在假期总是人满为患。还可以说，与其挤在热门景点，不如去一些鲜为人知的小众目的地。或者，这次旅行让我对反向旅游有了全新的认识。掌握了这些表达之后，以后无论是聊旅行趋势，还是分享自己的出游经历，你都能更加游刃有余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而不只是简单的说人很多或者风景很美。不过，小雨，我们也应该提醒大家，选择小众目的地出行时，也要提前做好功课，比如提前了解当地的交通状况、住宿条件以及紧急联系方式，确保当地的安全和基础设施能够满足基本需求。说得对，追求独特体验固然值得鼓励，但安全和舒适度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前提。毕竟旅行的初衷始终是为了让自己身心愉悦，而不是徒增风险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反向旅游的话题就聊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。如果你也有过反向旅游的经历，或者正准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小众之旅，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你的故事。别忘了点赞和分享，让更多朋友了解这个有意思的旅行趋势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再见。